东南亚可以说是世界上一个很特别的区域，有着独特的异域风情，比如金碧辉煌的泰国，还有旅游胜地越南。尤其是越南，外国人之所以热衷于到越南寻欢作乐，其实是因为越南一个独特的行业——成人旅游产业。更香艳的是，这里还有一个情人市场，是专门提供给单身男女相亲的地方，看中就可以直接领回家。虽然这个市场非常的吸引人，但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走进去，因为你走进这个市场就很难出来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啦。越南情人市场位于越南的沙坝，一个仿佛仙境般旖旎于云雾中的小山城，距边境老街市39公里，再前行2公里就是中国的河口了。据了解，居住在沙坝的达奥人有个特殊的习俗，那就是姑娘满15岁就能出嫁了。而在这个成年的年纪，假如女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另一半，就代表女生没有能力，甚至连全家人都觉得没有面子。所以每当女孩即将成年，全家也是特别着急。而且相对比较保守的越南，很难做到成年就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人的。于是当地人也想着如何撮合年轻男女们，也就有了这样的情人市场。在每周六的夜晚，就是情人市场开市的时候，在这里会聚集大量年轻的男男女女。虽然夜幕降临，市场才正式开始，但来这个市场要赶早，因为中国那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很适用，你来晚了，美丽的姑娘会被其他小伙子抢走。市场里的规矩很简单，青年男女见面，小伙子要主动一些，如果看上了哪位姑娘，就直接走过去牵手，姑娘不反对，代表可以继续交流了。如果姑娘没看上你，姑娘会把手缩回去，然后两人也不尴尬，继续分头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如果幸运牵手成功，两人会在教堂间的小路上散步，或者到绿荫丛中坐一会儿。如果彼此都有意思，便坠入爱河了，更有缠绵到天亮的。不过两个年轻人彼此认可，不代表就能结婚，还有女孩子家长同意。在这里，当地人十分看重彩礼，彩礼给的越多，女方家越有面子。越漂亮女孩子，父母要的彩礼越多。以前很多女方喜欢要耕牛做彩礼，到了现代，更多的是以现金作为彩礼。一般情况下，1-2万人民币就差不多了，毕竟换成越南盾就是几千万了。不过这个浪漫的习俗被当地的某些人硬生生地变成了一个赚钱场所。这里赚的钱就是那些前来凑热闹的人的钱。如果你是单身，然后与某一位姑娘情投意合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毕竟越南姑娘不仅美丽，而且对老公百依百顺。但如果你有女友，或者是已经结婚，却又恰好被某一位姑娘看上的话，那可就糟糕了，因为你很难摆脱她。如果想要彻底摆脱的话，就需要支付一大笔礼金，否则的话，你不仅会遭遇当地人的威胁，还会造成一些不可预估的后果。你可能会想说，那我可以找警察来解决呀。可读者遗憾地告诉你，报警是没有用的，因为这就是当地的一种风俗罢了。如果想不被坑的话，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去当地凑热闹，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被人坑骗。看到这儿，可能很多男人会想，既然如此，不如去胡志明市，因为这里著名的帆廊舞接触都是拉客的姑娘，玩一个越南姑娘也花不了多少钱。在帆廊舞界的红灯区里，有大量的女孩搔首弄姿，展现自己曼妙性感的身材，来吸引那些来来往往的外国人。另外，混血酒吧也是最受欢迎的，这里的姑娘大多是美越或者美法混血，把西方女性和东方女性的魅力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也因此深受外国人喜欢。虽然越南政府是明令禁止进行肉体交易的，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营这一行业的人通常会先给自己的酒吧、KTV 申请一个营业执照，还有人直接用咖啡店、面包店等正常店面做掩护。另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经营这些地下产业的酒吧通常会对当地执法机关进行贿赂。外国人搂着当地越南女孩频繁出入酒店，已经是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了。越南酒店的老板也早就已经见怪不怪，每逢看到这种搭配，甚至连证件都不用检查，也不做登记。有些男人甚至直接在街上就和当地女孩子们谈起了露骨的交易。外国人在越南只需要花几十万越南盾，相当于几十美元，就可以找越南女孩聊天喝酒。这里对他们来说就像天堂一样，用最少的钱享受着最优质的服务。许多酒吧老板看到了这一行的暴利，主动把酒吧提供出来作为服务场所。这些女孩每接待一个客人，平均能挣几十甚至几百美金不等，然后他们会拿出一小部分给老板作为提成。
对于越南的女孩子来说，外国的男人就是一棵摇钱树，他们有的时候并不满足于一次性的关系，而是想要建立长久联系，找到长期饭票。因此，在平常生活中，他们也会通过网络对其嘘寒问暖，让那些男人们感到满足欣慰，从而心甘情愿地拿出钱包。越南的每个从事这一行业的女孩子手里都有无数个外国男人的联系方式，而且他们之间的信息还是互通的。如果一个人搞不定，就换另一个人上，总能找到一款合口味。这些女孩子们还时常互相告诫，千万不要动真感情，一定要广撒网，不要因为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如果遇到了出手阔绰的，就赶紧把握住机会。为什么此文化在越南如此盛行呢？因为越南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一方面越南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女性的地位非常低，很多越南女性结婚后会和公公、婆婆以及家里人都住在一起，这种情况和中国几十年前的家庭状态一模一样。另一方面，在越南最大的劳动力不是男人，而是社会地位非常低的女人。无论是在越南的大街上还是工厂里，一眼望去基本都是女性在忙碌工作，而且这些女性所做的工作基本都是最底层的工作，比如街道上的食杂店、小吃店，基本上都是女性在忙前忙后，很少见到男人的影子。那越南的男人为什么不可以赚钱养家呢？那是因为越南的绝大多数男性把自己个人的尊严看得比家庭责任感更为重要。那些抛头露面的小商小贩的工作，他们觉得丢人，看不上。可是那些高薪、社会地位高的工作，他们又得不到，最后只能是高不成低不就。这些越南男人没有本事，又不愿意卖力气，很多工资很高但是比较辛苦的工厂，他们不愿意去，每天就去接一些比较轻松的散活，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还有一些人干脆觉得挣得少，直接就不工作了。在越南的咖啡馆，经常能看到有很多人花5000越南盾，也就是大概2块人民币，坐在那里喝一天咖啡。他们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掩饰自己的懒惰，享受着徒有虚表的尊严感。相比之下，越南的女性就要现实得多，她们没有那么的在乎面子尊严，只要能赚到钱，再苦再累，她们都可以忍受。其他国家男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而在越南是女性撑起了整个家庭，也撑起了整个越南的大半片天。不过难能可贵的是，越南现在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常年保持在7%以上的增速。即便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越南的经济增速也达到了2.91%。经过40多年的经济改革，越南正在改变它贫穷的面貌，希望有朝一日，越南的妇女不会再出卖自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看完本期视频，是不是觉得长见识了呢？你想去越南体验一下吗？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咱们下期再见。